而阿爾特塔身邊的人透露，他從未想過像溫格或者弗格森那樣長期执教，甚至有人認為想像瓜迪奧拉那樣在阿森納執教整整10年，對阿爾特塔來說也是不现實的。利物浦關於薩拉赫和主教練斯洛特之前的糾紛，這2天中場球員瓊斯接受了獨家採訪，採訪裡也表示，此前薩拉赫已經就自己的爭議性採訪向利物浦全隊道歉，所以更衣室內部保持團結。唐王帕尔默，你看他背着毛绒熊的樣子，是真的唐啊！恐怖的弗格森第一天上任的时候，曼联當時只有7個冠軍，利物浦18個冠軍；而在弗格森卸任的时候，曼聯20個冠軍，利物浦還是18個冠軍。這樣的偉大無需多言，牛永遠的功勳。朋友們，今天的比賽，多特蒙德2-0戰勝门興格拉德巴赫。上半場聚勒助攻，布蘭特凌空破門。下半場拜爾的單刀機會卻被門將撲出，一直到補時階段97分鐘，拜爾建功鎖定勝局。最值得關注的施洛特貝克，全場傳球總數105，精準傳球95，長傳15次，爭頂成功4次，成功過人3次，均為全場最高，踢得太好了。施洛特貝克能夠從後場帶球和前场球員做配合，在組織進攻這方面過去被許多人忽略了。可以說他這樣的水平，多特蒙德是一定留不住。26歲的施洛特貝克妥妥的高級貨，屬於未來的後防巨星，就看是皇馬、巴薩或是英超豪門哪一家會得到他了。當然不可以忽略拜仁對德國球員的吸引力。今天另一場比賽，意大利超級杯的半決賽，上半場國米的巴斯托尼助攻，圖拉姆閃擊得分，這時候比賽才剛剛2分鐘。可惜第35分鐘，比賽克手球送點，奧爾索里尼罰入了點球，扳平比分。90分鐘戰罷，兩隊打平，進入點球大戰。可惜國米的巴斯托尼、巴雷拉和博尼相繼失點，總比分3-4，國米被淘汰。這就可惜了，超級杯也沒有戲。而國米的點球大戰水平基本就是墊底的水平，還不止這一場。國米踢點球啊，全隊都是靠一腳蒙，就感覺壓根兒沒練過，繼承了意大利球隊點球最弱的傳統。而說真的，撲點球其實索莫很強啊，可是門將卻沒上索莫。兩邊的點球踢來踢去，跟鬧着玩一樣。中間有3輪，6個點球竟然罰丟了5個。本來作為國米的球迷早就有心理準備了，但沒想到比預想的更差。不開玩笑，這個水平，國際米蘭在點球方面呀，全歐洲絕無僅有。所以超級杯最後的決賽，博洛尼亞對那不勒斯，這意大利超級杯去沙特看，這就是沙特大佬想看的東西。哈哈。難怪沙特大佬啊，明年不想再辦意大利超級杯了。阿森納明天將客場對陣埃弗頓。眾所周知，聖誕節前後是對阿森納過去以往最重要也最困難的時期。但這一次，老 K 仍然站在槍手這一邊，看好阿森納客場不敗。本賽季的阿森納防守依舊穩固，在英超前16輪過後，阿森納和切爾西均8次零封對手，並列英超第一。而切爾西在最近的7場聯賽中有5場0失球。過去的5場英超客場比賽，切爾西有4場不失球。要知道，此前的38場英超客场比賽裡，藍軍只取得過5場零封，所以主帥馬雷斯卡是有資本笑啊。切爾西現在的後防線組合終於有些起色了。可阿森納明天客戰埃弗頓卻不好踢。近7次英超客戰埃弗頓，阿森納只贏過1次，其餘場次是2平4負。不過如果算上主場，最近5次英超對陣埃弗頓，阿森納是3勝2平保持不敗。但值得一提的是，過去在溫格的治下，阿森納曾經11次英超客場擊敗埃弗頓。埃弗頓是溫格在英超最喜歡的對手，這11次比溫格同期英超客場對陣其他任何對手的贏球場次都要多。好在明天埃弗頓少2個絕對主力。這一次關於阿森納過去10幾年歷史上最好的機會衝擊英超冠軍，我們必須要記住，在英超33支聖誕節登頂的球隊只有17支奪冠，近7年僅有3隊最終奪冠。這說明什麼呢？說明英超在後半程的爭夺極為激烈，許多強隊過去都有掉鏈子的歷史，尤其要小心曼城。曼城只拿過3次聖誕冠軍，卻拿了8次英超冠軍，所以曼城下半賽季強得離譜。每到冬天，曼城的歷史上總有人站出來 carry。之前是京多安，還有馬赫雷斯比席尔瓦、罗德里福登，只有上赛季除外。上赛季的曼城確實處於低谷期。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阿森納澤凱賴什狀態不佳，10場比賽才打進了1個球，完全沒有適應英超。過去他在葡萄牙超級聯賽風生水起，要說他的態度很好，場上作用也是有，不過一直被阿爾特塔當耗材用。
最終，阿爾特塔在談到了澤凱賴时受到的批評是否讓自己意外時，阿爾特塔說：“我不知道，最終你得去親身體驗。但他做這些是充滿渴望的。我認為他的能量水平，他的投入程度絕對是頂級的。我們都需要時間，總會有起伏，而前鋒自然也會有狀態波動的時候。他們有時候進很多球，有時候進球少，而我們需要在他身邊支持他。”嘿嘿，阿爾特塔每回都這麼說。但後面戰術上照樣安排澤凱賴什去肉搏。好消息是，阿爾特塔說加布里埃爾正在接近復出，對於他的情況很樂觀。本周阿爾特塔執教阿森納將滿6年。2019年12月21日，第二天即將走馬上任的阿爾特塔，當時在看台上觀看了阿森納的比賽。巧合的是，也是打埃弗頓，最終雙方0-0戰平。現在整整6年後，本周末又將再次面對同樣的對手。如今阿森納的戰術體系已經完全按照阿爾特塔的理念來打造。這6年一步步走過來，現在已經很難想象，如果沒有阿爾特塔的槍手，現在會是什麼樣子。值得一提的是，執教6年已經使43歲的阿爾特塔成為英超20支球隊中執教時間第2長的教練，僅次於即將迎來執教10周年的瓜迪奧拉。這麼長的執教時間如今已經越來越罕見。而2024年9月，阿爾特塔又續簽了一份為期3年的新合同。目前他是英格蘭前4級別聯賽中執教時間第3長的教練。而阿爾特塔身邊的人透露，他從未想過像溫格或者弗格森那樣長期執教，甚至有人認為想像瓜迪奧拉那樣在阿森納執教整整10年，對阿尔特塔来說也是不現實的。可如今阿爾特塔對這份工作投入了極大的熱情，重振阿森納仍然是一項極其艰巨的任務。現在阿爾特塔和自己的家人已經定居在倫敦，這對他未來繼續留在這裡是一個利好因素。而現在瓜迪奧拉很可能在明年夏天離開曼城，曼城正在考慮新的候選人，切爾西的馬雷斯卡名列前茅。不過這一點也很可能成為阿爾特塔和阿森納談判的籌碼。儘管阿爾特塔去執教曼城，這會非常敏感。另外，阿爾特塔必須值得注意的是，現在阿隆索在皇家馬德里的經歷是一個提醒。阿隆索為了皇馬，今年夏天離開了勒沃庫森。可是執教皇馬這樣的傳統歐洲超級強隊，對阿隆索來說是一個艱難的過渡。現在阿森納打造了歐洲最強大的陣容之一，也付出了不菲的代價。今年夏天又斥資2.5億英鎊引援。過去6年，阿森納的淨轉會支出已經超過了5億英鎊，孤注一擲。阿森納看到了和阿爾特塔一起贏得勝利的機會。而現在阿爾特塔的續約並非易事，如果續約，他將成為世界足壇收入最高的教練之一。此外，還需要考慮他的教練团隊。續約阿爾特塔就必須與他的教練團隊進行續約，所以整個總成本將會非常高昂。上一次阿爾特塔的合同談判是由當時的體育總監埃杜負責，執行副主席蒂姆·劉易斯監督。如今這2人已經不在阿森納俱樂部，所以這項責任很可能落到新任體育總監貝爾塔和首席執行官加里克身上。但最終的審批權一如既往仍然掌握在克伦克家族手中。阿爾特塔的合同只剩1年半，通常情況下，雙方會在明年3月份左右開始談判，這樣以便在主教練進入合同年之前達成協議。不過這次也許不會那麼着急，阿爾特塔的重心正放在當下和勝利上。也許等到賽季結束，再看看這位主教練是否已經為阿森納帶來了渴望的成功，或許是更明智的選擇。可是這也引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如果阿森納今年最終未能奪冠，會發生什麼呢？阿爾特塔是否還有能力重振旗鼓？阿森納會繼續信任他嗎？在投入了如此巨資之後，如果又一個賽季顆粒無收，阿森納將面臨諸多難題。但是我們必須要記住，阿爾特塔是阿森納計劃的核心，是關鍵人物。如今想再找到一位頂級教練絕非易事。現在阿森納正在收穫着對阿爾特塔耐心的回報，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年他们也承擔了巨大的風險，聘請了一位經驗尚淺卻極富潛力的教練。但現在已經不同了，阿爾特塔看起來已經是同代教練中最耀眼、最優秀的人之一。所以阿森納的膽識和沉着冷靜值得稱讚，但這並非一個可以輕易複製的模式。很少有教練能像阿爾特塔那樣，從2020年艱難的冬季中迅速恢復過來，或者在執教的最初幾年就取得如此巨大的進步。阿爾特塔是個例外，而非普遍現象。所以阿森納现在2個最重要的問題：第一，今年能否奪冠；第二，跟阿爾特塔的談判。目前阿森納在英超和歐冠聯賽中均領跑，至少就目前而言，阿爾特塔掌握着主動權。關於這一點，今天記者們問阿爾特塔：您來這裡已經6年了，從1月份開始，你的合同只剩18個月，你能預見自己在18個月之後繼續留在這裡嗎？
阿爾特塔回答說：“是的，但這取決於當下。接下來的幾個月也會發生許多事。我認為一名教練必須贏得留在這裡的權利，這取決於你的表現、你的言辭、球隊的前進方向、你傳遞的信息以及球員們追隨你的程度。我之前說過，你需要得到資方和董事會的支持，這很棒。但歸根到底，最重要的是球員。當你推開那道門，面對球員和他們交流的時候，他們的反應是專注還是懈怠？這6年來，我看到的球員們始終保持着極高的專注度、學習慾望以及為球隊貢獻全部的渴望，這才是這份工作帶給我的全部意義。顯然，我們還要贏得很多比賽。我想我們的勝率相當高，這是在這個環境當中生存的唯一方式。考慮到我在這裡經歷的一切，包括3次亞軍和如此接近冠軍，我想這段時間我顯然改變了很多，人員和身邊的人也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最終是這段旅程和情感的狀態在驅動着你。我很幸運，我的身邊能圍繞着一群出色的人，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許多，也對自己有了很多了解，比如該怎麼反應，優先的事項是什麼。歸根到底，球隊和球員決定了他們需要什麼樣的教練。我總是在說，6年前他們对我的需求和現在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優先的事项不同了，傳遞的信息不同了，我們訓練的方式、接觸的方式以及管理更衣室的方式都不同了。希望这就是球员们所需要的。我一直以来的执念就是，我們能給球員什麼來激發他們的最佳狀態，能給球隊什麼來讓他們持續發揮出色。這是一段充滿樂趣的旅程，我非常享受。隨着我和球隊的這些進化，現在唯一缺少的就是跨過那根線，贏得一些獎杯。是的，憑借我們持續拿到的積分和表現，我們已經非常接近了。看看我們打破的那些俱樂部的歷史記錄，雖然還沒能最終奪冠，但這說明了我們所處的水平，這是英超聯賽歷史上從來沒經歷過的水平。這就是我們想要實現的，甚至是更高的目標。如果我們能做到這一點，我認為我們就走在奪冠的正確道路上。過去這6年，許多阿森納的舊將回歸了俱樂部，我很熱愛這一點。在俱樂部的歷史中，經歷過這些的人能帶來一些不同的東西，就像一名從8歲起就在這裡的青訓球員一樣，他們的心中有一種特殊的情感，這就是力量所在。我非常樂意看到更多的舊將回歸。我和一些曾在俱樂部不同時期效力的舊將有着非常私人的關係，他們非常有幫助，因為他們以不同的方式經歷過這些。從外界看我們所做的事兒的時候，他們也有不同的視角，這對我們來說有很大的價值。無論是為了文化還是其他原因，我認為當你來到這裡的時候，首先要評估情況。例如像永貝里當時在這裡，他曾經是我們教練組的一員，他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因為他了解過去的一切，在那個時期這非常重要，所以這取決於俱樂部和球員最終需要什麼。過去溫格在這裡的時候有他自己的項目，比如搬遷球場，並且在資金有限的情況下完成重建，展望未來。我覺得對我來說，顯然關於未來2-3年的基礎設施建設有許多討論，但因為俱樂部在這些方面處理得非常好，我的核心關注點是競技的表現，以及我們需要做些什麼來贏得重大的獎杯，這就是終極目標。所以兄弟們，對阿森納來說，最重要的時期就在當下。對本賽季來說，最重要的也就是聖誕節前後的1場、2場、3場賽事。兵工廠的所有槍手球迷們振作起來，就是當下，就是現在。To be or to not to be， 要就贏得一切，要就一無所有。利物浦關於薩拉赫和主教練斯洛特之前的糾紛，這2天中場球員瓊斯接受了獨家採訪，採訪裡也表示，此前薩拉赫已經就自己的爭議性採訪向利物浦全隊道歉，所以更衣室內部保持團結。之前在利物浦和利茲聯隊3-3戰平以後，當時薩拉赫沒有上場，賽後非常氣憤的情緒化表示自己和主教練斯洛特已經沒有關係，於是隨後他沒有能入選利物浦歐冠客場戰勝國際米蘭的比賽名單。不過之後薩拉赫進行了反悔，在和主教練溝通以後，上周末他重返球隊的陣容，在對陣布萊頓的比賽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上半場替補登場，助攻了埃基蒂克打入他本場第2粒進球，也幫助利物浦取勝。也就是那場賽後，主教練斯洛特說自己和薩拉赫之間已經沒有任何問題需要解決了。現在薩拉赫已經隨埃及國家隊出戰非洲杯。關於這件事的內幕最近瓊斯是證實薩拉赫是向全隊進行了道歉。瓊斯說，莫薩拉赫是一個很有主見的人，他會說出自己的想法，他向我們道歉了，大概就是說，如果我影響到了任何人或者讓你們感到不舒服，我向大家道歉。這就是薩拉赫的為人。
從我認識的莫以及他在隊內的表現來看，他當時的態度非常積極，完全還是原來的那個莫薩拉赫，臉上帶着笑容，大家對他的態度也一如既往。我想這只是源於對勝利的渴望，他也不會是最後一個這樣做的人。關於球員的態度，我也理解，有些事情在表達方式上確實可以更妥當一些。但如果一個球員能夠心安理得地坐在替補席上，不想上場幫助球隊，那我認為這反而才是更大的問題。不論是我還是隊內的其他人，我們的憤怒純粹都是出於對球隊的責任感。也許在某些時刻，表達方式並不完美，但從來都不是為了影響球隊或者工作人員或者主教練。現在這些都已經過去了，我們利物浦正在逐漸磨合，狀態也在回升，開始贏下比賽。上個月，利物浦曾經在主场1-4不敌埃因霍溫，賽後瓊斯也直言那場失利不可接受。球隊一度陷入了71年來最糟糕的一段低谷期，所以已經不是愤怒那麼簡單。不過從那以後，利物浦現在已經連續5场比賽保持不敗，逐漸走出低谷。瓊斯說：“我是土生土長的利物浦人，我很清楚這家俱樂部、這座城市和球迷意味着什麼。我選擇站出來發聲，只是因為坦誠。有時候我說的話可能會讓一些人不太舒服，但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非常討厭輸球，不管是打牌、訓練賽還是正式比賽。現在我既是一線隊的球員，同時也是一名從小支持利物浦的球迷。我很清楚輸球對球迷的影響，那種感受和我自己經歷的一模一樣。所以當時的低谷，我很憤怒，也很震驚。但讓我感到積極的是隊友們的反應，大家沒有去責怪薩拉赫，也沒有責怪主教練，也沒有互相指責，我們只是選擇從自身找問題。我當時說的是，我們需要跑得更多，拼得更兇，競爭得更激烈。這不僅僅是對他們說的，同樣也包括我自己。現在你們看到的變化正是因此而來。當我和其他球隊的球員交流的時候，會發現利物浦這裡更像一個大家庭，家庭成員之間會爭吵，會衝突，但最終都會站在一起。無論是球迷還是圍繞着薩拉赫的那些事情，都沒有對我們產生負面影響。它影響的只是我們的求勝慾望，而不是更衣室關係。沒有人責怪任何人。好的，目前斯洛特主教練這邊在周五的新聞發布會上，他說自己不會在薩拉赫征戰非洲杯期間再用任何與利物浦相關的話題去分散薩拉赫的注意力。斯洛特說：“我上周就已經說過，行動勝於言辭。我們已經翻篇了。他重新回到了比賽名單中，而且是我第一個做出的換人決定。現在他正在非洲杯上為自己也為國家隊踢非常重要的比賽。無論是對薩拉赫他們，還是對我們來說，最公平的做法就是讓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那邊。”在利茲聯那次採訪之後，我們已經向前看了。薩拉赫也在對陣布萊頓的比賽中已經登場。老 K 覺得今天瓊斯說這些內幕非常重要，這起碼表明了作為歷史級別的超巨，薩拉赫是真想繼續留在利物浦，而不是在冬天或者明年夏天一走了之。否則以他的咖位根本用不着道歉。無論如何，這對整個陣容處於磨合期的利物浦全隊來說是莫大的好消息。既然扛把子薩拉赫都肯服軟，還有什麼不可以放下？那麼明天托特納姆熱刺主場對利物浦，老 K 旗帜鮮明地看好利物浦不敗。而且要提醒大家，紅軍隊中的中鋒伊薩克在過往打熱刺有非常出色的發揮。伊薩克過去和熱刺交手了5次，共打進6球，共2次完成梅開二度。现在热刺队、諾丁漢森林和西漢姆联都是伊薩克在英超進球並列最多的球隊。對諾丁漢森林也是5場6球，對西漢姆聯是6場6球。不過現在夏窗轉回到利物浦之後，伊薩克代表紅軍出場了15次，還只有2個進球1個助攻。所以目前的情況，利物浦埃基蒂克是肯定會首發，所以估計下半場伊薩克有機會上。如果一起上的話，有一個就得拉邊。有意思的是，現在埃基蒂克有機會在本場解鎖一項成就。在紅軍利物浦的队史，只有苏亞雷斯曾經連續3場英超至少進2球。苏亞雷斯曾經連續4場英超攻入了2家的數據。先是利物浦对諾維奇5-1，蘇亞雷斯是4個進球1個助攻。然後利物浦4-1戰勝西漢姆聯，蘇亞雷斯又是2個進球。再然後是利物浦客場5-0戰勝熱刺，蘇亞雷斯是2個進球2個助攻。第4場利物浦主場3-1戰勝卡迪夫城，蘇亞雷斯當時2個進球1個助攻。現在利物浦的隊史只有蘇亞雷斯曾經做到連續3場英超每場至少打進2球。現在埃基蒂克已經在過去2輪英超對陣利茲聯和布萊頓都上演梅開二度。所以看看吧，誰說年輕的埃基蒂克不可以成為未來的苏亞雷斯呢？但是利物浦也要小心，因為熱刺陣中有一個里沙利松，
他14次在英超對陣利物浦斬獲了4個進球3個助攻。打利物浦很有心得，利物浦也是里沙利松最喜歡的英超對手。本賽季里沙利松代表熱刺出戰了25場，打進了7個球，還有2個助攻。關鍵是過去4個賽季最近6次里沙利松和利物浦的交鋒貢獻了2個球3個助攻，效率很高，必須要注意。那麼這次熱刺主場對陣利物浦，兩隊在歷史上是英超史上進球最多的一組對決。他倆一共在英超賽場上交手了66次，總共出現206球，其中利物浦打進125個球，熱刺打入81個球。利物浦贏下了34場，熱刺獲勝15次。而上賽季利物浦是6比3和5比1兩個大比分戰勝熱刺。在英超歷史上，也只有利物浦自己能夠連續3次對陣單一的对手都至少进5球。這是發生在2012年9月到2013年12月，當時利物浦連續對陣諾維奇解鎖了這個成就。哈哈，現在趁你病要你命，主帥弗蘭克在熱刺的帥位飄搖。熱刺在失去了孫興敏之後，本賽季的狀態還在繼續下滑。最近這幾年的熱刺，利物浦是最大的苦主。最近25次在英超對陣利物浦，熱刺竟然只贏了2次，其餘场次戰績為6平17負，僅有的2場勝利都來自熱刺的主場，分別是2017年10月和2023年的9月。而對利物浦來說，最近26次英超對陣熱刺，有25場取得了进球，包括最近的19場。所以熱刺是利物浦非常喜歡的對手，比打熱刺更多。現在只有对陣阿森納，有連續20場都取得了进球，而且這個記錄仍然在延續。簡單講，熱刺就是利物浦的提款機。所以這次在利物浦和主教練斯洛特的低谷期，能不能在聖誕節前再拿熱刺祭刀呢？那麼埃基蒂克对本賽季的利物浦有多重要呢？咱們看看数據啊。本賽季英超首發埃基蒂克，利物浦是10戰7勝，但埃基蒂克沒有首發的時候是6戰4負。首發埃基蒂克的10場比賽，利物浦場均進球 2.0， 场均積分 2.2。可埃基蒂克沒有首發的情況下，利物浦場均進球只有 1.0， 場均積分只有 0.7。這個對比太明顯。從比賽內容上看，埃基蒂克現在在場上的球商和變化非常多，和維爾茨之間也有化學反應，而且還有些力量感。而伊萨克太瘦了，目前的發揮的確不太好。明天的比賽，利物浦的新援弗林彭可能接近復出。他下窗轉會過來之後一直經歷着傷病的挫折。不過最近通過強化瑜伽和普拉提等訓練方式在積極調整，已經接近復出，甚至可能在明天對陣熱刺進入比賽大名單。關於弗林彭再次印證老 K 過去說過的，風水這個東西不能不信。以前利物浦之所以要買弗林彭，就是看中他在勒沃庫森效力3個賽季沒有因傷錯過任何一場德甲比賽，這樣出色的出勤率對弗林彭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加分項。可是轉會利物浦之後馬上遇到風水問題，2個月內竟然連續遭遇了2次獨立的腿筋的傷勢，這是既殘酷又令人困惑。而自從弗林彭在5比1戰勝法蘭克福的比賽中早早因傷離場，現在已經過去了8周。據主帥斯洛特透露，這一次拉傷讓弗林彭狀態不佳，而這次傷停也讓弗林彭認識到了要加強一些額外的細節訓練，來預防未來的傷病。當弗林彭夏天來到利物浦的時候，當時俱樂部傳達了2個明確的信息：第一，弗林彭並不是阿諾德的直接替代者，而是球队整個右側的選擇；第二，隨着薩拉赫因非洲杯離隊，聖誕節前後這段時間很可能是弗林彭大放異彩的时候，所以弗林彭身上具有多面手的特性，而且速度極快，這就讓他能夠撕破對手在右路的防線。現在利物浦陣中，喬戈麥斯也因為腿筋的傷勢缺陣。現在布拉德利已經是右路唯一的高級別的備選，而索博斯洛伊在对阵布萊頓的時候腳踝有輕微的受傷，也有可能出於預防性的考慮缺席本場比賽。是的，老 K 個人覺得讓索博休息休息吧，本賽季他出勤率太高，像驢一樣，千萬別像過去曼城的羅德里那樣用。最近利物浦官方已經宣布索博斯洛伊當選了隊內11月最佳球員，這也是他本賽季第3次獲得該獎項，此前在8月和10月也曾獲得這個殊榮。索博在11月的6場比賽中都打滿全場，擔任了多個不同的位置，貢獻了1個進球1個助攻。現在轉會市場方面，利物浦希望用陣中的遠藤航去換埃德松，對這件事據說亞特蘭大也有興趣。26歲的埃德松·席爾瓦是巴西球員，在亞特蘭大本賽季出場11次，有10場首發。不過埃德松現在是個香饽饽不僅是利物浦在關注，國際米蘭、AC 米蘭、馬德里競技和巴塞羅那都盯上了他，所以這個消息的真假還有待驗證。據說亞特蘭大不打算在1月份出售，
不過亞特蘭大的問題是，埃德松現在經紀人已經不再和球隊談續約。過去亞特蘭大對埃德松的估價曾經高達6000萬到7000萬歐元。去年夏天，曼聯曾經開出過接近6000萬歐元的報價，但最終沒有打動亞特蘭大。現在埃德松的合同2027年就會到期，由於球員經紀人採取了不再商討續約的策略，這很可能讓巴西球星的身價降到3000萬到4000萬歐元。而對亞特蘭大來說，如果沒法在明年夏天之前和球員方面達成續約協議，那出售埃德松就必須要背上降價出售的壓力了。所以亞特蘭大同意利物浦用遠藤航交換，那麼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亞特蘭大想在埃德松的交易中得到遠藤航，保證球隊實力不下滑。好，現在利物浦也參加了英超各大豪門對塞門約的爭奪戰，而曼城、熱刺和利物浦均已和塞門約就個人條款進行過溝通，也都向球員阐述了球隊的規劃。這些豪门希望能夠以6500萬英鎊的價格在冬窗簽下塞門約，但是他們都必須在1月10號之前和伯恩茅斯敲定交易。而今年夏天，曼聯曾經錯失簽下塞門約的機會，如今卻被視為簽下塞門約的最大熱門。現在這4家最關鍵的是誰願意給出最優厚的交易條件。塞門約本人在今年夏天簽合同的時候約定了一個解約條款，僅僅在冬窗開啟後的10天內有效。而設定這個時間限制的初衷，就是為了讓伯恩茅斯能夠在月底前有充足的時間敲定替代人選。而今年夏天，曼聯之所以錯失簽下塞門約的機會，就是因為轉會費和個人待遇都沒有達到伯恩茅斯和球員個人的預期。於是本賽季塞門約在伯恩茅斯發揮非常出色，這也促使曼聯管理層下定決心在1月冬窗全力簽下他。曼聯主帥阿莫林也公開表示，希望引進一名風格和阿馬德·迪亞洛相近的球員，能夠勝任另一側的邊鋒或者邊翼位。這句話細想想，正是塞門約，他是最完美的人選。不過利物浦在1月的引援重點目前放在后防線的補強，格伊是利物浦的頭號目標。這件事對曼聯來說意義更大。如果塞門約真的來了，終於不用看多爾谷了。1月份塞門約的解約金將是6500萬英鎊，1月1號激活，1月10號截止。本賽季塞門約已經首發了15場，打進7個進球，3個助攻。明天的英超還有一場重頭戲，切爾西客場對陣紐卡斯爾联，對藍軍來說非常難。要知道，紐卡的埃迪豪贏球次數最多的 Big6 球隊就是切爾西。埃迪豪打藍軍一向有心得，從2021年接手紐卡以來，埃迪豪4次在聖詹姆斯公園主場迎戰切爾西，而埃迪豪竟然4次全部獲勝，得失球為9-1，占據絕對的優勢。還有再加上主場客場，切爾西在埃迪豪的職業生涯中贏球次數也是最多的 Big6，21次交鋒贏下了8場。這絕對是場鐵血對決，而且提醒大家，紐卡的主场一向有說法的，裁判的表現會非常的詭異。但是老 K 今天仍然旗幟鮮明的看好切爾西不敗，原因只有一個，馬雷斯卡。最近關於馬雷斯卡接替瓜迪奧拉可能會執教曼城的傳聞，馬雷斯卡表示，這對我完全沒有影響，我知道這100%只是猜測，我根本沒有時間去理會這些事兒。我在切爾西的合同直到2029年，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切爾西這支球隊上。我非常自豪能留在這裡，這些都是猜測而已。1周前還有傳聞說我和尤文有聯繫，所以我根本不會在意。是的，我可以保證下賽季繼續執教切爾西，絕對如此。我的合同直到2029年，我並不在意那些傳聞。現在瓜帥可能明年夏天就會離開英超了，而他的2大弟子阿爾特塔和馬雷斯卡，我總感覺都是挺璀璨奪目的。在穆里尼奧和瓜迪奧拉淡去之后，未來會不會是阿爾特塔和馬雷斯卡一時瑜亮，互相絕代雙驕呢？我很喜歡這個故事，所以在目前這個多事之秋，老 K 看好阿森納和切爾西，看好阿爾特塔和馬雷斯卡。好，關於切爾西，今天太陽報又有有趣的新聞。切爾西的球星帕爾默被拍到與一位亮眼的新女伴出現在冬日仙境的主題樂園。要知道，去年帕爾默曾與他交往1年的前女友康妮·格雷斯同遊這個冬日仙境主題樂園，但兩人已於去年6月分手。而這一次的新女友金髮美女奧利維亞·霍爾德，帕爾默為了遮掩身份，頭戴巴拉克拉髮帽，這一次忙得不亦樂乎，在樂園裡為女友贏得了2隻超大號的毛絨熊玩偶。而霍爾德周4在個人賬號上還曬出了一張斯坦福橋球場的照片，這也進一步坐實了兩人正在交往的傳聞。現在大批切爾西球迷已經湧入了女孩的評論區，感謝她助力帕爾默找回比賽狀態。
奧利維亞還分享了自己在薩里郡科巴姆鎮科帕 Club 酒吧的照片。這家酒吧距離切爾西位於附近斯托克達波農的訓練基地非常近，所以從社交動態來看，他們倆正在熱戀期。而這位女孩奧利維亞過去的生活堪稱環球旅行般的瀟灑。她今年已經先後去過迪拜、都柏林、摩納哥、希臘、特內里費以及布加勒斯特等地。現在她的社交賬號粉絲量不多，只有7500人，但顯然成功地吸引了帕爾默的目光。前段時間帕爾默的日子不好過，先是遭遇了腹股溝伤勢，在即將伤愈歸队之後，又在家中意外地導致腳趾骨折。但現在有了新的女友，伤愈復出的帕爾默正在逐漸找回狀態。明天對陣紐卡，帕爾默有望出戰70分鐘以上。糖王帕爾默，你看他背着毛絨熊的樣子，是真的糖啊！最新的英格蘭球員身價榜，現在贝林厄姆獨居榜首1.6億，薩卡1.3億排在第二，帕爾默1.2億排在第三。接下來是萊斯、福登、羅傑斯、阿諾德、吉布斯、懷特、埃澤和凱恩。最近關於曼聯，老爵爺福格森表示，曼聯現在和當年的利物浦境遇很相似，奪冠可能還需要再等10年。而要實現再捧起英超冠軍的獎杯，曼聯必須要優化引援工作。要知道，福格森當時接手曼聯的時候，利物浦正處在足壇之巔，後來利物浦花了30年才再度問鼎了聯賽冠軍。而現在曼聯自從2013年福格森執教的最後一個賽季奪冠以後，就再也沒有拿過英超了。福格森是最近正在巴林參加賽馬的相關事務的時候說的。他接受採訪的時候說，現在阿莫林是一個很好的人，但這一份帥位絕非易事兒。我回想起自己剛剛執教曼聯的那段日子，當時利物浦正處在足壇之巔，他們是一家偉大的俱樂部，曾經4奪歐冠冠軍，榮譽滿身。可即便如此，利物浦後來也花了30年才再度問鼎聯賽冠軍。如今的曼聯正處在相似的境地，受足球發展周期的影響，這個等待的過程可能要持續10年甚至11年。球隊的重建工作必須深思熟慮，同時我們必須確保未來曼聯的引援工作能比以往做得更好。而本賽季曼聯簽下這位新的門將拉蒙斯，我認為帶來了顯著的改變。曼聯在轉會運作上已經呈現出好轉的跡象。拉蒙斯年僅23歲，反應敏捷，身材高大，腳下技術和門線撲救能力都很出色，這筆引援確實起到了積極作用。而曼聯一直以來都需要這種能夠鼓舞全隊的球員，而他正是這樣的存在。至於另外2個姆波莫和庫尼亞，他們的表現看起來也會為曼聯狀態的復甦貢獻力量。恐怖的福格森第一天上任的時候，曼聯當時只有7個冠軍，利物浦18個冠軍；而在福格森卸任的時候，曼聯20個冠軍，利物浦還是18個冠軍。這樣的偉大無需多言，牛永遠的功勳。那麼現在曼聯即將在客場對陣阿斯頓維拉，這也是一場硬戰。主帥阿莫林在回答問題的時候說呀，福爵爺說曼聯再拿英超要等10年，我不認為需要那麼久。阿莫林說，福格森比我更懂足球，尤其是英格蘭足球。我不認為我們曼聯需要那麼長時間才能贏得聯賽冠軍。我不知道會是哪位教練做到的，但我真心相信，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們曼聯可以為冠軍而戰。我不認為這會花那麼多年。至於領導力問題，這是曼聯俱樂部所處的階段，你必須在這裡面對所有的戰鬥，而我就在這裡，我會戰鬥到底的，我不會退縮，我必須解決所有問題。最近曼聯隊內梅努和曼聯的關係瀕臨破裂。梅努同父異母的兄弟穿了一件 T 恤上寫着放科比梅努自由。目前梅努和俱樂部的關係已經到了臨界點。由於在阿莫林麾下，梅努缺乏穩定出場時間，而且續約談判停滯，所以小將正在積極考慮想在1月轉會窗離隊，而意甲的那不勒斯有望成為他的下家。值得一提的是，周一晚上曼聯和伯恩茅斯那場瘋狂的平局進行到60多分鐘時，科比梅努作為替補登場，享受到了球迷們震耳欲聾的歡呼聲。所以球迷們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提醒主帥阿莫林，他們有多麼熱愛這位來自曼聯青训的20歲中場，希望他能夠留在俱樂部。不過這種希望已經日益渺茫，因為距離1月份轉會窗口只剩13天，梅努預計將會再次嘗試直接離開。夏天他就要求租借加盟那不勒斯，但曼聯以無法在截止日前簽下他的替代者為由，阻止了轉會。而本賽季梅努在英超的總出場時間僅僅212分鐘，至今沒有獲得過1次首發。現在為了明年6月17日英格蘭的世界杯揭幕戰，
梅努為了國家隊的名單已經要拼了，他必須要拿到穩定的俱樂部出場機會，這樣才可以說服主教練圖赫爾將他重新招入英格蘭。可是留在曼聯，他在阿莫林的計劃中永遠是邊緣的地位。另外，當前梅努的周薪水平僅僅是4萬英鎊左右，這種待遇和他如今在轉會市場上的實際價值也嚴重不符，大概只相當於他市場估值的1/3。因為梅努曾經入選英格蘭隊主力陣容，而且具備出众的實力，還是位年輕的中場，於是又打不了主力，薪資差距又大，加劇了梅努的不滿情緒。目前關於他1月份的租借轉會，那不勒斯處於領先地位。那不勒斯隊已經越來越樂觀地認為孔蒂這次能夠得到梅努，然後就會讓他和麥克托米奈和霍伊倫重聚。周一晚上，當梅努的兄弟穿着讓梅努自由這張 T 恤的照片傳到那不勒斯以後，當地一片興奮。現在在阿莫林的腦海裡，阿莫林已经私下向他重申，在3-4-2-1的体系裡面，梅努正在和队长 B 費直接競爭攻擊型中場的位置。阿莫林不認為他適合和 B 費同時搭檔上場。本周早些時候，阿莫林表示，如果曼聯踢3中場而不是只踢2中场，那麼梅努會有更多的出場時間。不過他同時明確表示，不會僅僅為了取悅那些希望看到本地球員出場的球迷就使用梅努。阿莫林說，當然梅努的出場次數不多，但他有過機會，尤其是去年。我也只想贏球，如果他是合適人選，我會派他上场。現在曼聯過去的名宿里奧費迪南德、加里內維爾還有尼基巴特等前曼聯球員都敦促他為了自己的職業生涯要考慮離開，而球員本人也同意這樣的建議。目前梅努的合同將持續到2027年6月，俱樂部還擁有再續約1年的選項。理論上梅努可能還會被綁定在老特拉福德2年半，所以這正是他的哥哥為什麼要穿那件 T 恤讓梅努自由這個信息的由來。不過对老特拉福德的曼聯球迷來說，已經目睹了拉什福德、加納喬和麥克托米奈的離開。曼聯球迷們擔心自己即將告別又一塊曼聯青訓的瑰寶，而且球迷們認為上述球員沒有誰比梅努更珍貴了。下一場打阿斯頓維拉，現在曼聯的德里赫特和馬奎爾仍然無法出戰。不過好消息是，目前曼聯也沒有新增的傷停情況。由於德里赫特和馬奎爾受傷，馬茲拉維又要參加非洲杯。上一場對陣伯恩茅斯是派出了約羅、海文搭檔盧克肖首發。現在關於曼聯陣中的齊爾克澤，羅馬提出了一個純租借的方案，但已經被曼聯拒絕。曼聯要價4500萬歐元才願意放齊爾克澤離隊。而另一方面，曼聯和利物浦正在轉會市場上爭奪一名17歲的左後衛，這是英冠球隊謝周三隊中的年輕左後衛伊薩阿拉奧。因為年僅17歲，他還沒有簽署任何職業合同。在謝周三俱樂部正在動盪的背景下，他已經引起多家英超球隊的關注。據說曼聯已經為他提供了一份45萬英鎊的報價。與此同時，利物浦正在評估是否提出一份金額相近的報價。現在謝周三這支老牌英格蘭強隊處境非常嚴峻，由於接連遭遇扣分處罰，目前他們在英冠的積分榜上以-9分墊底。今天最搞笑的新聞，在瑞士超级聯賽，西勇的前鋒舒阿勒夫，他在過掉了門將之後想騙點球，想假摔，結果摔得太假了，把自己都逗笑了。這一幕實在過於滑稽。這家伙先是接到了對手的烏龍解圍球，然後盤開了對手的門將，可惜射門的角度已經很小，沒有了。於是他在往底線又帶了一步後，突然假摔。但這摔得史無前例的過分的假，連他自己都沒辦法。起身之後直向隊友豎大拇指來掩飾尷尬。最終這場比賽西勇隊是1-3不敵聖加侖。不過好在舒阿勒夫比賽中還打進了一球，現在他在德轉的身價是350萬歐元。所以在足球場上沒有任何事兒，任何技巧是簡單的。假摔這東西得練，形成了肌肉記憶就好了。這位舒阿勒夫現在效力於馬耳他國家隊，是馬耳他的球王，但他其實是法國人。過去曾經效力過法國 U19 國家隊，父母的原籍分別是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他還有個哥哥叫阿姆扎薩基，哥哥過去效力於歐塞爾俱樂部。他們倆都曾經是法乙賽場的明星球員。舒阿勒夫過去在法乙19歲就是過人王，每場比賽平均嘗試 9.3 次過人，成功率高達 54% 以上。他的突破不靠速度，而是靠節奏。最近有件事兒，馬卡報援引了 Betfair 重新計算後的數據，開發了一套計算器，使用了非常複雜的數學公式，更新了所有過去歷史轉會交易的成本。這次的計算器考慮了多個參數，包括通貨膨脹和貨幣波動等等。計算後，世界足壇歷史最貴的25筆交易分別是
內馬爾從巴薩轉會到大巴黎 3.057 億歐元，原轉會費 2.22 億歐元。姆巴佩從摩納哥轉會到巴黎 2.478 億歐元，原轉會費 1.8 億歐元。登貝萊從多特轉會巴薩 2.0379 億歐元，原轉會費 1.48 億歐元。庫蒂尼奧從利物浦到巴薩 1.8589 億歐元，原轉會費 1.35 億歐元。接下來的分別是菲利克斯、阿扎爾、格列茲曼，然後是 C 羅的2次轉會，再是博格巴、貝爾、格拉利什、伊薩克、貝林厄姆、盧卡庫、齊達內、恩佐、哈弗茨、賴斯、凱塞多、內馬爾、伊瓜因、維爾茨、飛哥和蘇亞雷斯。能夠看到大巴黎確實是財大氣粗，排名1、2的轉會費都是大巴黎的手筆，而排名3、4的正是巴塞羅那在失去了內馬爾後買的登貝萊和庫蒂尼奧。登貝萊加庫蒂尼奧的價格甚至超過了內馬爾，只能說當時的巴塞羅那真是一個大冤種。最近德甲的球員德轉更新了他們的身價，而最值得關注的是拜仁17歲的新星卡爾，身價暴漲了4000萬歐元，也創造了德轉歷史德甲球員身價漲幅的記錄，從2000萬歐元躍升到了6000萬歐元的身價。而西甲方面，明天的皇馬對塞維利亞，這是場重頭戲。現在皇馬的恩德里克租借里昂的事兒正在敲定最後的細節。由於姆巴佩、羅德里戈、維尼修斯可能會首發，老 K 看好皇馬。好，總結一下明天的英超：紐卡對切爾西看好切爾西，伯恩茅斯對伯恩利看好伯恩茅斯，布萊頓對桑德蘭看好桑德蘭，曼城對西漢姆看好曼城，狼隊對布倫特福德看好布倫特福德，熱刺對利物浦看好利物浦，埃弗頓對阿森納看好阿森納，利茲對水晶宮看好利茲联队不敗。意甲明天尤文圖斯和羅馬大戰，看好客場作戰的羅馬。好的，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咱們明天再見。